为什么呢？因为脸。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为什么我每一次的爱情都是惨痛收场啊？因为脸。天哥，你又被谁甩了？不是，昨天我妈逼着我去相亲，从早上6点相到了晚上10点。厉害啊！哎，你自己是不是有一种植物大战僵尸的感觉？可不是，我见到那几个女的都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聊一些什么厕所人多不多啊这些话题，我都快恨死我妈了。别恨她，女人天生就有2个本能，一个是当妈，一个是当媒婆。当2者合二为一的时候，爆发力惊人啊！这个我能理解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哎呀，相亲就相亲嘛，这是大龄青年的日常任务，大不了不中嘛，还能有多惨痛？我中了，长得像关之琳。真的啊？男的女的？都说是关之琳了，这么漂亮，肯定是男的。哎，别打岔，我要听天哥的惨痛结局呢。结局是，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。是亲兄妹还是表兄妹啊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是吃晚饭的时候发现的，还是吃早餐的时候？发现的早，远房的。哎，还真是有情人都成兄妹啊。我是生的不怎么伟大，活得特别憋屈。昨天晚上一个想不开，我就自杀了。天哥，你这太不成熟了啊！那你还在这坐着干嘛呢？做事情可不能半途而废。天哥，你是自焚、跳楼，还是吞煤气？我吃的安眠药。然后呢？抢救洗胃？不是，我是一片一片吃的，吃到后面我就睡着了。你的爱情也太惨了，是触了什么霉头吗？我刚给自己算了一卦，卦象上说，孤阴不长，孤阳不生，阴阳不调，单独的阴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。这个意思是说你太娘了，不爷们儿？这差不多。反正就是阴盛阳衰，导致我注定死在女人手里。挺好的，总比你死在自己手里强。那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信春哥变爷们儿呗。变爷们儿哪能说变就变呀？机关，这儿你最爷们儿了，说说怎么个爷法啊？真爷们儿过3关：要饭、坐牢和离婚。这战线拉的也太长了点儿，有没有肤浅一点、稳准狠的那种？哎，我听有人说，纯爷们儿有4句真言：外表可以不咋地，说话千万别磨叽，行动必须得积极，责任实施要谨记。哎，我每一项都符合嘛。少来吧你，我看你也就符合第1项，不仅符合，还是超额完成。在我心里你是爷们儿，但不是纯的，最起码差20个字呀。那差的也不多呀。一帮白眼狼，看我不证明给你们看。10大纯爷们代表，第1名张涵予，纯正北京爷们儿，霸道温柔，用他那犀利中带着不羁，冷艳中透露出俏皮小可爱的眼神折服众人。犀利中带着不羁，冷艳中透露出俏皮小可爱。笨蛋，蠢货，废物，说的无名就是你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bra 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质地，质地，质地。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吗？因为它承载了你们女性最优秀、最骄傲的地方。
我们要综合考虑它的避震性啊，它的安全性以及它的透气性。透气性你懂吗？嗯？喘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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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喘不上来气吧？他捂紧了也喘不上来气的，他也需要呼吸的。总监，这事儿真不怪我，是他们给我的稿出了问题，我都是按照标准来配面料的。这么说，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？总监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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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吴平，你告诉我，我有几对眼睛，几个鼻孔？一对眼睛，一个鼻孔。这样？哦，这样很好。知道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做？不知道，因为他是想让我用眼睛发现问题，用鼻孔出气呢。总监，真不关我的事儿。Stop！ 你再回答我个问题，吴平。老天爷给了你几对耳朵，几张嘴？一对耳朵，一张嘴。耶！对了，吴平，你太聪明了。哎呀，真的是一对耳朵，一张嘴，对不对？一点都没有错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你知道为什么这样？不知道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老天爷这么给你，就想要告诉你，只用耳朵听，不许用嘴还嘴。总监，你知道错了吗？知道自己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了吗？确定知道自己犯了特别大的错误了吗？好的。自己主动去加班，7分检查员，15000字以上，5号字典，单背行距。一个鼻孔，有创意。又还嘴啦？为什么每次你犯错，被罚的却总是我呀？说你傻吧？员工啊，就得像那块膏药，上司发你工资是为了看你疗效。上司如果不痛快了，你这块做膏药的就不能太清高，要尽到一块膏药的节操，要做到哪里痛，咱们就主动贴哪里。你还是说人话吧。笨，就是跟你说，让你拍马屁，经常夸奖经理神武英明，说他是你人生的目标、奋发的动力、生活的方向、黑暗中的启明星，照亮你前进的脚步。这样拍马屁不会被识破吗？马屁就算识破，人家以后笑哪呢？行吧，写完检查了，看看这个，放松放松。这什么剧啊？讲一灰姑娘被上司压榨，被美女同时诬陷，过得惨不忍睹，结果认识了一个花美男，抛弃单恋对象，咸鱼翻身。怎么样，适合你吧？行了，别忘了回家看啊！我去拯救中国经济啦！Go！吓谁呢？欧巴太帅了，不要。欧什么？你吃什么了？不是，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韩剧，好感人啊！我给你韩剧是让你消遣的，可不是让你哭的。跟说王子好温柔，好浪漫啊！这女人看韩剧果然跟男人看日剧一样，废纸。那种中性美彻底把我包围。让我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不用那么详细。我一定要找到像根硕王子那样的花美男当男朋友。你要点什么呀？天哥，你长针眼了？你懂什么？我现在在让自己变成一个纯爷们儿。长针眼就能变成纯爷们儿？没见识，我这叫霸气侧漏眼。作为纯爷们儿，身材比脸蛋重要，眼神儿又比身板重要。我仔细研究过了，要有纯爷们儿的眼神，一定要有2个要点。第一，就是目光霸气犀利；第二，就是转头的时候要闭眼。你没看《花样年华》里面梁朝伟，每次一转头就闭眼。看，有没有？有。您点点什么呀？嘘，我要1号套餐，配排骨高汤。17块5。不用找了，我说5毛不用找。铁骨今天咋子了？中风了？他得了红眼病，你让大家小心，会传染。一会儿去贴个膜。贴膜这种事情太恶劣了，人家几千万的屏幕研发资金就被几块钱的膜给打败了。买新手机最享受的事儿就是你把它原厂的膜给撕下来，然后把你自己的新膜贴上去。尤其是你看到这个膜上一个气泡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就开心。中国人对膜还是太纠结，小家子气。我看啊，你也要修炼一下纯爷们气场。我可没你那眼神儿。我怎么觉得今天人都怪怪的？姐，干嘛？怎么回事？吃错药了吧他？难道是我纯爷们儿的气场开窍了，闪爆了他的狗眼？露露，我的根硕王子来了。拜托你能别这么叫吗？这名字怎么听都觉得黄。真的，我在网上谈了个网友叫花样美男，约好了今天见面。想想都有点小害羞呢，你陪我去吧。你都多大了还网恋呢？花样美男，这名字一听就非主流。我看了照片，长得像张根硕，而且人又温柔又浪漫，一点也不大男人，完全符合我对王子的要求。天哥，完了，我钱包放桌子上忘拿了。少来，这招连我都不用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那怎么办？要不你先把钱付了吧，明天我再给你，我保证。我没钱。你别给我来这招。没骗你，这招我真不用了，容易被人搜出来。现在我就用，真的不带钱。太无耻了。行，那我们把东西放下去吧。不行，这样多不爷们儿。没带钱还有资格说爷们儿？那我们去抢啊！让你看看天哥爷们儿的魅力。嗨，美女，我很好奇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应该在电影里啊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
我已经被你迷住了，所以我决定想个理由，明天再来看你。我会告诉你，我今天忘带钱包了。当然，我肯定是带了。我拿走这些东西，明天再来付钱，再来见你。没理由啊！整个公司看着我都激动，这次怎么就不好使了呢？要么就是公司的人不正常，要么就是你不正常。反正我肯定，刚才那个女的完全正常。算了，杜局官不说了吗？坐牢也是纯爷们的体验方式，我们就体验体验。纯爷们儿，难道非得像他们这样？这些纯爷们儿已经职业化了，我的志向还没有那么高远，能够转运就行。英雄，哟，这么巧？你看，为了你说的纯爷们儿，我们今天也算坐了一回牢。我那么说只是单纯想让你坐牢。那个警察叔叔，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下次自己注意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重新做人，那就好。呵你个头！竟然造谣我得了红眼病！开个玩笑，别生气嘛。你说你害天哥也就算了，还把我给连累进来。我是看他方法不对才捉弄的。你也觉得方法不对啊？那当然了，纯爷们儿哪是一个眼神就能做到的？那你倒说个好方法给我看看。其实纯爷们儿跟憋尿是一个道理。憋尿？作为一个纯爷们儿，应该憋不住话，也憋不住尿。纯爷们儿乐于助人，仗剑红尘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有尿了绝不憋着，这叫放浪痕迹，不拘小节。听上去还有点道理。苏神，看不出来呀。作为两性史圈内专家，这些都是小事情。好，为了转运，从今天起，我谢天立志，想尿就尿，尿的响亮。罚单，没天理啊！这罚的比油钱都贵。之前计算养车费的时候，还把他给忘了。天哥，这车可比你那车帅多了。这算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开这种车的人脑子里都没货。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才没钱呢吧？便衣警察，现在警车的配置不错呀。警察叔叔，阿姨，你就饶我一次吧，我这第一次。你阿姨我啊，不是脱枪师姐。我来的时候吧，看到你们车上贴着罚单，我就拿过来用一用，打个幌子。你说万一贴了我的车，你说怎么办，对吧？可是我没想到，我都回来了，你的车还在呢。哟，又贴了一张罚单呀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2张罚单？这么聪明，答对了。你。我什么我？没话说，没话说，我可要走了。用语随性专业。对，不别话。你卑鄙，你无情，你冷酷，你无理取闹。呀，这台词儿都用上了。姐今天很赶时间，没空给你来段琼瑶。要不你要真有能耐，
怎么直接来段金庸啊？太猖狂了，欺人太甚，始乱终弃。你以为你爸是谁呀？天哥，你这成语都说乱了，你还是讲道理，讲道理。 Stop！ 不要跟我说话，我有洁癖。你别走，开好车就了不起啊？这车是你买的吗？估计不是亲爹就是干爹买的吧？要你管？有本事你也找一个呀！你哟，还循环上了？占了便宜就想走？有本事你撞死我！不敢！你对着我车说这么多话，我就已经要去洗车了。如果让我蹭你一下，我这还不得扔啊？你就是个泼妇！哎呀，你牙缝里有葱啊？胡说！我今天没吃。哦，原来是昨天的。尿也不憋了我！天哥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别拦我！你出来！出来！非礼啊！你俩蹲下来，好好蹲下。天哥，你说你自己一衰吧，你还带上我说什么的呀？最毒妇人心，女人这种动物，以后还是远离她。快，打开习惯。现在的照片啊都不靠谱，你还是别抱太大希望比较好。哼，你这是嫉妒。再好的画美男被证件照师傅拍出来，一样六亲不认。萍萍，你是？啊，我就是花样美男啊。这是我朋友露露。哦，露露啊，你长得可真漂亮啊！你长得真爷们儿。别跟我提爷们儿，我呀最讨厌爷们儿了，一天到晚臭熏熏的。从小我打扮的就中性，我朋友都说我长得像花样美男张根硕。你哪个朋友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恨啊？您本人跟照片不太像啊。那是我化妆的时候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啊，我可是卸了妆来的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想跟他一起看韩剧吗？那不如今晚一起去我家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干嘛不用啊？你不是最喜欢看韩剧了吗？你不是最喜欢花美男了吗？我已经决定戒掉韩剧了。为什么呀？现实所迫，我从良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现实高于韩剧的原因，就是现实比韩剧更狗血。当然防不胜防啊。天哥，我觉得我们俩最近应该保持一点距离。瞧你那点出息，你以为天哥做这么多改变全都是为了自己？难道你为了我啊？就是，我们现在都处在纯爷们儿的危险边缘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女人吃干抹净。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不衰。唇亡齿寒，懂不懂？压力让爷们儿更团结。我们现在必须统一战线，统一口号。爷们儿起来，让女人饥渴去。抓小偷！好。苏轼说了，纯爷们儿乐于助人，仗剑红尘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应该大胆来处罚，果断去追，万万不得由于错失了先机。抓他！抓他！你还跑？怎么回事啊？那谁啊？好像是小偷吧？这是谁？你们是一伙的吧？谢天，孙小飞。警察叔叔，你们这里能办月卡吗？还愁呢？不公平啊！
为什么碰渣渣的总是我？愁什么呀？哪个女人这辈子没碰到过几个人渣呀？谁叫你那么贪心，喜欢什么中性花美男？得了，今天晚上大官人那儿有个球友聚会，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纯爷们儿。不去，纯爷们身上都散发着股臭烘烘的味道。你这进水的脑袋就应该被阳刚之气调和调和。走，必须去。我可真是服了你们。我这也不是想帮自己转运嘛。看来苏神的办法也是没用的啊。能有用吗？跟一个女人学怎么变纯爷们儿？她可是姓苏，不是姓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，现在有一个球友聚会，那边来的都是纯爷们儿，你们跟着混混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有用吗？走吧，纯爷们儿那可是永远都在社交中心的。哎，来了，谢天、小飞，IT 部的，第一次来啊，走。搞 IT 的也看足球啊？看，从小就看。那你最爱哪个球队？南葛队啊。南葛队啊？没听说过呀。5大联赛的吗？南葛队都没听说过，很厉害的前锋大空翼。你说你从小特长是什么？足球小将。这哥们儿真幽默。每次说带我出来玩都这样。你好，我是王根系，可以认识你吗？可以，我叫萍萍。谢天，小飞，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习惯。今天和你们聊天那是特别开心，特别投机。既然这样，下周我们在咖啡厅有一个周年 party， 一起来吧。没问题，好吧，那到时候见。好，一定得来。好嘞，好吧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哎，拜拜。小飞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有纯爷们儿的潜质的。他的眼神深邃似潭，刘海飘逸，声音斯文，简直就是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儿子。人家父母可都还健在呢。不是我说，这种偏中性的男人一般都自恋，爱自己超过爱别人，跟他们谈恋爱很容易吃亏的。不，女性的阴柔美更能衬熏出男性的帅气。他已经病入膏肓，确诊脑残了。哎，我有办法治好萍萍的脑残。这是什么？知识改变命运，多读出智慧。这次聚会是我们翻身的大好机会。足球知识，这么多看得完吗？不止这些，还有这100G 的视频。从今天开始，上班看欧冠，下班看英超。不至于吧？走了这么多的弯路，我总算明白了，想要当纯爷们儿，光靠抛媚眼是不行的。还有那些什么憋不住话、憋不住尿的什么理论，也都是不靠谱。是。纯爷们儿靠的还是气场，气场又分阴阳，有自信就会有气场，有气场就会有关注，有关注就会更加自信，如此气场丰盈，阴阳调和，自然黄袍加身也。黄袍加身，这是宅男逆袭的文言文。总之，从现在开始抓紧看资料。到时进了聚会，侃侃而谈，成为社交的中心，我方阳气自然给力。我要是高中的时候这么努力，那我现在肯定上1班。凿壁借光，秉烛夜读，卧薪尝胆，悬梁刺股。唉，就怕爷们有文化。找我们干嘛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想找你们演场戏。演戏？没错，萍萍最近跟模特部的王根系好上了。我们觉得这个人不靠谱，
趁着球友聚会，想让你们扮成劫匪打劫，试试这个王根系的真面目。我能理解你们吃撑了没事干的心情，没兴趣。我也没兴趣。哎，坐下。萍萍可是咱们的朋友，万一这王根系是个变态，欺负她怎么办？他又不是小孩子，自由恋爱，自主负责。你们不知道，萍萍前段时间迷上了韩剧，现在就是个脑残粉，我们怕她看不清人。他的脑残跟看韩剧没太大关系，而且打劫这种事不够文艺，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你们是不是纯爷们儿？纯爷们儿就要为朋友着想。哎呀，反正为了萍萍的幸福，你们必须去，不去就不是纯爷们儿。足球起源于何处？中国战国时期的蹴鞠，第一支足球俱乐部是什么？杭州奇运社比曼联还早800年。2014年世界杯在哪里举行？巴西世界上最牛的几个前锋有哪些 ？C 罗、梅西打一步。广州恒大谁最牛？许家印。看来今天晚上一定没问题。哟，来了。怎么样？给我们讲讲大空翼的故事吧。今天不聊大空翼啊。你曼联几号？我7号啊。7号啊。小飞，给他们讲讲乔治贝斯特的故事。乔治贝斯特对队友说：“你的 IQ 就是你的球衣号码。”然后他的队友回过头来问他：“哎，打住 ，IQ 是什么呀？”哎，你知道吗？凯尔特人这场打得太怂了，确实。里弗斯那暂停叫得也太晚了。对呀，欧洲足球历史上第一个3冠王球队，如今也堕落。欧洲足球啊，我喜欢苏格兰联赛，难得遇到同道中人啊。是吗？那你是怎么看凯文·加内特这次越位呢？凯文·加内特，新找来的苏超前锋，特别擅长过人破门。你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看过呢。凯文·加内特嘛，对吧？他接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助攻，只是他不够谨慎，被别人反越位成功了，可惜。我好像在哪儿听过凯文·加内特这名字，都说是新加入的。小飞，你对足球很不上心吧？就是小飞，你太不专业了啊！还有保罗·皮尔斯的那个摔倒，判红牌太对了。没错，当年 C 罗的假摔，神乎其神都被裁判看出来了。保罗·皮尔斯才几斤几两啊，那碰了3秒那才倒下。说的太对了。那你觉得杰斯亨特里和杰夫格林谁更厉害？啊，天哥，别闹！我喜欢杰森特里。干嘛呀？拉拉扯扯的，讨论球衣。天哥，他们说的凯尔特人是恩人。哎呀，早说！Excuse me。现在几点了？刚好7点整。啊，好巧呀，我的也是。这难道就是命运的安排吗？我觉得这儿太吵了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。好。哎，小飞，过来一下。小飞，听说你前几天英勇抓贼啊？别提了，贼没找着，我把人施主给扑倒了。小飞，你真勇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你早就是英雄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刚才借萍萍的，她刚走，你能不能下楼帮我送送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哎，记住啊，一定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去吧。哎，不是都有子妍和西关跟着了吗？你还叫小飞掺和什么呀？哎，你记住了。我紧张吗？我都10年没参与过打劫了。
10年前你参与过？上学的时候经常被同学借钱。你这叫参与打劫，你这是被打劫。这叫参与嘛，基本流程我也都知道，可我还是很紧张。之前向琼瑶奶奶表忠心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想这么多呀。可我来了！你相信缘分吗？信的。觉得跟你特别有缘。我也是。我每次看到你都觉得特别亲切，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妈妈。这么巧，我觉得你长得也像我妈。你头发上有一个口香糖。啊？那你帮我拿下来吧。你怎么弄的？好恶心！你还是回去自己弄吧，啊！太恶心了，你这个。大姐，大姐！你们冷静，你们是劫财还是劫色？此路是我开，此处是劫色！劫色，他有色，他有色。我没。看这男的长得特好，劫他！不，还是劫他！叫你劫财！劫他！救命啊！劫他！不能小飞！哎，明明，你没事吧？什么太危险？我才是娘炮，我是纯爷们儿。明明。别喊了！我告诉你，加内特就是一垃圾。你知道加内特是谁吗？就是那个喝多了吗？我是不懂篮球，但是你们刚才讨论的我都听到了。你们一个两个都把加内特当神，学他说脏话，一个脏话连篇，侮辱对手的篮球明星就是垃圾。纯爷们儿是要随性，但更要有责任感。说得好，有道理。纯爷们儿，借酒壮胆，够爷们儿啊！这是实践中得出真理。露露，我今天就要向你证明，什么是纯爷们儿。哎，加内特，乔丹什么的也都不是纯爷们儿。我今天就要向你们证明，什么他妈才是纯爷们儿！小飞，你，我抱歉。小伙子，这个月我们已经见第4次面了。警察叔叔，我别怕，这次是好事儿。这2个劫匪手机没电了，联系不上亲属，我们先把他拘起来，然后有什么事儿过后我们再联系。放心，恶有恶报。好，谢谢你，再见哈。小飞，今天多亏你了，要不我疼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哦，你头上有个口香糖，我帮你弄下来。啊，谢谢。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朋友被欺负了，我当然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走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会睡在这儿？什么情况？这个手快拍了视频，你自己看吧。什么视频？加内特，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们，什么是纯爷们儿？敢当众脱光了才是纯爷们儿，对不对？相信我，这次你一定会转运的。苏神上传的，露露缓冲的。没错，负责散播的就是我。纯爷们儿你好，纯爷们儿再见。天哥，放心吧，我都看到了啊。
来，脚收回起来，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刚来的吧？救命啊！有好香的味道，有热闹的街角，说不出多有趣，却总在笑。忘记生过的记，明天继续早起，为幸福祷告。海浪冲过脚面，柔和又温暖，迎着暖风，哼着某一首歌，歌词已记不清，反正是我想要的那一种爱情。